有缘人。世界正在加速洗牌，当时代的洪流席卷而来，有人随波逐流，有人逆流而上，而真正的智者早已在风暴中锚定内心。你会发现，过去赖以生存的规则正在失效，浮华的表象之下，新的秩序悄然重构。金钱、地位、技巧都不再是通关的钥匙，唯有心性、德行与觉醒，才能让你在这场无声的战役中站稳脚跟。命运从不偏袒任何人，它只负责精准地清算每一份因果。那些看似偶然的幸运，不过是善念的积累，那些突如其来的困境，恰恰是觉醒的契机。真正的强者，不是赢在起点，而是赢在转折点。当世界陷入混沌，唯有清醒者能见微知著；当众生追逐浮华，唯有觉悟者能守住本心。若你已感受到内心的召唤，那么这场大考正是你的机遇。它不是终点，而是你真正生命的起点。有些变化悄无声息的到来，却在某个瞬间让人猝不及防；有些考验不动声色的展开，却能照见人心的每一寸深处。如今我们正处在人间一场前所未有的集体转折点，这是一种直觉，一种你可能早已在灵魂深处察觉的预兆。时代的脚步正在加快，一切熟悉的事物正在悄然改写。回望过去的岁月，有些人乘风而起，也有人黯然退场，有人因顺势而上，一跃成为时代的幸运儿；也有人眼睁睁地看着自己被卷入洪流，却找不到方向。可是现在，真正的分水岭才刚刚显现，表面上一切照旧，甚至比以往更加喧嚣、繁忙、卷而不实，但深层的能量已在更高维度悄然流转。暗流涌动之下，每一个人的心里都在经历着一场无声的洗礼。这一阶段注定不会轻松，这是一场大考，它没有标准答案，却会毫不留情地考察你的每一次选择，每一个念头，甚至你是否真正在用心去活。那些心浮气躁的人，在表象中迷失，而能在纷扰中保持一份宁静的人，才是真正的觉醒者。越是浑浊的环境，越能凸显清醒的珍贵；越是混乱的时刻，越要靠内在的稳定支撑方向。若你感受到心中的某个角落在被唤醒，那么恭喜你，你已经踏上一条少有人走的道。每个人正在被悄悄考验，人间正在加速这场大考，但这场考试的试题藏得极深，它不在课堂，不在职场，而是在每一个生活的瞬间。比如，你如何面对诱惑？你怎样看待不公？你是否还保持初心？你有没有在失意时依旧愿意善待别人？只有天知道，真正的修行不在庙宇，而在红尘。你是否在关系中愿意放下执念？你是否在纷扰中守住清静？你是否能在别人冷漠时依然选择温柔？这些都是高维世界对你的提问，你答得怎样？不靠语言，而靠行动。
我们常说看清一切而依旧温柔，这是大智慧的体现，也是一个人是否有能量、有德性的真实显现。越是沉稳的人，越能在风暴中安然无恙；越是有愿力的人，越能在混沌中开出清明之路。你是否发现，过去靠技巧和套路获得的一切，正在逐渐失效？过去那套靠拼搏、靠攀附、靠技巧的方式，越来越让人疲惫，也越来越难以奏效。这是你的能力退化了吗？不，这是社会规则正在被重构。新的时代讲究的已不再是能不能干，而是有没有心。心正，路才正心清，才有灵感与机遇的涌现。没有德行的财富，终将如沙漏中的水，一点点流走；没有觉悟的成功，不过是昙花一现，稍纵即逝。现在不再是谁更聪明的问题，而是谁更干净，谁更真实，谁更有信念，谁更能坚守内心的善行。很多人喜欢问，为什么我努力却得不到想要的？为什么别人的好运总是来得轻而易举？如果你看到这个问题，先别着急找答案，不妨先反观内心，你有没有真正理解缘起的法则？有没有埋下足够多的种子？那些看似幸运的人，也许早在你看不见的地方付出了足够多的善行、愿力、承担。他们的好运只是天道还债的方式罢了。不要羡慕别人当下的拥有，也不要抱怨自己眼下的困境。你不知，那些眼泪和伤痛，或许正是命运赠送给你最深的福报，因为它逼你觉醒，让你看见真实的自己。这个世界最公平的地方，在于它始终会以各种方式重构秩序。你看到的某些人因福才败落，看似偶然，其实早有警示。那些未经沉淀就轻易得来的东西，终将如风一样飘散。福财不稳，心术不正，就像是在沙滩上建高楼，终究要崩塌。真正的财富是建立在德行之上的积累，是你在帮助他人时形成的福报之流，是你为众生种下的一棵棵因果之树，日后能庇佑你风雨无惧。一个人若想走得长远，就不能仅靠运气，真正支撑他走到最后的是心性，是智慧，是看透表象后依旧选择光明的那颗心。人来到这个世界，不是偶然，更不是随机落地，每个人都有一段独一无二的旅程，而这段旅程的意义并非只在于生存，它是为了成全那一份你早已许下的愿。你有没有发现自己从小就对某些事特别敏感？你会莫名感到应该去做点什么，你对某些人的苦痛异常共情，那是你灵魂深处还未遗忘的召唤。我们终将明白，这一世你不是跑来享受的，不是来炫耀的，你是来修行，是来修德的。我们在苦难中学习柔软，在低谷中生出力量，在荆棘中才能走出莲花之路。真正有使命的人，即使此路荆棘，也会咬牙坚持。
因为他们知道那不是折磨，而是走向彼岸的渡口。这一世，你我皆是修行者，是灵魂历经万年跋涉后的关键一步。若把生命看作一场考试，那么痛苦是考题，挫折是学分，觉醒才是终极答案。有人说命运不公，其实宇宙从无偏私，每一次跌倒都是灵魂的必修课，每一次失去都在为更高维度的得到铺路。你看那草木千年成精，百兽苦修化形，而你我今生为人，已是上天造化莫大的恩赐。别在物欲横流中迷失方向，别因一时得失忘却来路。要知道，低维世界的输赢，不过是高维生命的攻克。今生所有的际遇，都是灵魂精心安排的试炼。站在星空下回望，地球只是沧海一粟，我们每个人都在这个星球上演着自己的悲欢离合，喜怒哀乐，但这一切表象的背后，都藏着一个更深的答案。我们来地球的意义，你修了千年才为人，这一世请别浪费。人生不是起点，而是一次维度升级变迁的契机。很多人以为人生是从出生开始的，其实不然，人生只是灵魂旅程中的一个驿站。我们的灵魂或许早在很久很久以前，就已在不同的维度中经历过成长、沉沦、抗争与觉醒。我们此生来到红尘，绝不是偶然，完全是为了完成一场属于自己的灵魂升级。红尘炼心一定不是一场享乐的旅行，而是一场修行的使命。地球并不像你认知中的天堂，它反而是一个复杂的考场，是高维生命为了锻炼灵魂、磨砺意志而精心设计的场域。在这个红尘考场里，痛苦、挫折、遗憾、失落，恰恰是这个系统中的必修课。我们之所以会痛苦，是因为我们执着于结果，却忘了这世间的一切经历本就是灵魂的课程。为什么会有命运的棋局？因为这是一个测试场。人们常说命运如棋，人生如戏，有人主宰，有人困局。可是棋盘之上，若你甘为棋子，你自然被人摆布；但若你立志成为棋手，你就能看清天地局势，直指托局。命是起点，运是过程，而道才是出路。唯有当你开悟了，看破了物质的迷障，看懂了灵魂的成长逻辑，你才会明白，原来所谓的命运不过是灵魂为自己安排的关卡。你所受的每一次委屈，遭遇的每一次背叛，体会的每一份孤独，都不是偶然，它们都是用来打磨你灵魂锋芒的刀石。低维世界是为了成全高维觉悟。试想一下，西游记里妖怪若没有后台，就会被一棒打死，而有背景者反倒被请回天庭。这可不是著作里荒诞的偏见，其实正是一种深刻的隐喻。低维世界里的一切纷争，背后都有高维秩序在运行。你现在看懂了吧？我们眼中的所谓不公平，
在高维眼中其实都是必然。这个地球就像是天庭的一个投影，是一个低维度的灵魂修炼场。很多神仙因为犯错被打入凡间，很多妖精因为觉悟而得到成仙，人当然也不例外。人的身份恰恰是灵魂走向高维的一个中间态。今生为人是幸运的，动物修炼1000年才可能化形为人，植物感悟天地才能成为一精灵。我们今生能以人的身份来到世间，意味着我们的灵魂已经经过了无数次的进化与飞升。请不要轻看今生的机会，这一世可能是你1000年修来的转折点。4. 生命的本质是不断升为自己。现代人讲认知升级，讲思维升级，而古人讲修心养性，得道成仙，其实本质上都是一个意思。生命的核心使命不是向外扩张，而恰恰是向内提升。这一点一定要切记。我们所有的烦恼皆因我们以低维度的眼光看待问题，就像蚂蚁无法理解人类的逻辑，一个沉迷物欲的人也很难理解生命维度的意义。请记住，解决痛苦的方式不是逃避，不是自怜，更不是毁灭，而是升维。当你跳出得失的低维框架，从高维度俯视人生，你会发现那些曾经困住你的，其实都是必须要上的课。5. 你是谁？你从哪里来？你要往哪里去？每一个来到地球的人都不是偶然的。你或许是被贬下凡的神仙，或许是修成型的妖精，也可能是第一次转生成人的动植物精魂。你也许还未觉醒，也许正在路上，但是不管你今生是富是贫，是贵是贱，你都背负着独一无二的灵魂使命。当然了，你的使命不是成为别人，而是成为那个更高维度的自己。不是重复旧我，而是唤醒真我。很多年我都把这些话藏在心里，不是因为不愿说，而是怕一旦说出来，有人会觉得太玄，有人会当成鸡汤付之一笑。可是经历的越多，我越清楚，这不是虚幻的安慰，而是人生最核心的秘密。不知你是否注意过，有的人看起来并没有做什么大动作，但整个人的气场突然变得不一样，事业顺了，人缘好了，甚至身体也轻盈了。你可能以为那是运气，其实根本原因是他们的信念系统发生了彻底的转变。我今天写下这些话，或许是冒了点风险，因为他们触及的是人的根，直指信念的核心。若你看懂了，可能会突然明白我上面说的，为什么有些人明明努力多年，却始终停在原地，为什么另一些人好像一夜之间开窍，气场全变，人生也随之翻转。真相其实很简单，信念就是你的一生。信念的力量比努力更重要。你有没有注意过，你每天说的话，哪怕是随口一句，都在悄悄塑造你的世界。有人说我太难了，于是整个人的磁场都向南靠拢。
有人说感谢，于是生活回馈他的总是让人意想不到的好运。语言不只是声音，它会潜入身体，沉淀成信念，久而久之，你的信念系统变成了你精神的长相。我们从小被教育，努力才有收获，没错，但努力只是显性的，信念才是隐性的。举个例子，如果一个人一直相信钱很难赚，那他即使拼命工作，也会不断遇到阻碍。相反，如果一个人深信财富是一种流动，那么他在选择行动上会自然偏向顺畅的路径，于是机会就会源源不断出现。说得直白一点，信念通透，则一切通透；信念光明，则一切光明。这不是空话，而是一种实实在在的能量规律。很多时候，真正阻挡我们的并不是能力的不足，而是信念的限制。你以为你卡在现实里，其实你卡在自己心里的设定里。高手的秘诀，升维而不是纠缠。普通人遇到问题，总喜欢抓着问题本身不放。为什么是我？怎么办？怎么解决？但高手不会这样，他们的做法是直接升高维度。当你站得高了，原本纠缠的问题就会像迷宫里的一堵墙，被你一眼看穿。比如你现在一段关系里，不断计算得失，计较对错，越想越痛苦。但如果你换一个维度，把这段关系看作一面镜子，你会突然明白，对方其实是在照见你的某个内在盲点。当你修正了自己，关系自然转化，甚至不需要去强行解决。高手之所以强大，正是因为他们懂得人生的所有困境，答案都在更高的意识层次上。你活成了什么样，往往不是外在决定的，而是你内在的信念投射出的独特实相。这就是为什么有人越活越轻盈，有人却越走越沉重。信念系统才是人生的根源。你每天说的话，都是在给自己的潜意识下命令。我不行，我害怕，我没办法，这些话一旦重复多了，就会在信念系统里生根发芽。而我可以，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，生命在成就我，这些话同样会扎根，最终在外在世界开花结果。环境其实就是潜意识的外化。一个人的房间是否整洁，反映的是内心是否清明。一个人的圈子是怎样的人，代表的是他信念的磁场在哪里。所以要想改变人生，先从语言与环境开始。清理房间，就是在净化你的身体；改变用词，就是在升级你的信念。真正的修行。在红尘里，有人误解修行，以为是避世，去山里打坐，或者远离尘嚣。可事实上，真正的修行从来不是逃避，而是在红尘练心。出世心作入世事，入世事练出世心。在复杂的人际关系中保持清明，在利益的诱惑中守住良知，在痛苦的磨练里依旧感恩，这才是真正的修行。一个人如果连生活中的小事都守不住，
比如随手的善念，随口的感恩，那么再多的所谓修行也只是空壳，因为所有的修行最终都要落实到3个字：善护念。5. 人生的关键不是拥有，而是觉醒。人一旦开窍，万事万物都会变得不同。觉醒的早晚决定着一个人的命运走向。人生有2次生命，一次是肉体的出生，一次是意识的觉醒。很多人以为幸福来自外在的物质，车子、房子、票子，但走到最后才发现，真正决定你幸福与否的，不是拥有了多少，而是你的意识是否清醒，你的心是否安定。越早明白这一点，就越能活出轻盈自在的人生。6. 如何开始？从一句话、一件事开始。不要觉得信念系统太庞大，不知道如何下手。其实它的改变从来都在最小的细节里。每天对自己说，感恩什么就拥有什么，无我利他是最高级的人生模式。动机至善，天地的能量都会流向我，我的潜意识就是我的命运。哪怕一开始只是练习，时间久了，这些话会进入你的血液，成为你天然的气场。那时你无需刻意努力，人生的轨迹就会悄然改变。我们的心本是一个空瓶，往里面装什么？全凭自己。装进慈悲、宽容、欢喜，心就是宝瓶；装进抱怨、恐惧、戾气，心就成了垃圾桶。可悲的是，太多人的心被垃圾塞满，奴役着，根本嗅不到新时代来临的气息。如果你还没看透这几年的事，让我告诉你，这一切巨变就是要把人从物质主义的泥潭里拽出来。1年不够就2年，2年不够就3年，如果3年还不够，所有的痛苦和灾难都会找上门来。除了身体的病痛，人生其余的苦根源都在一个执字，在物质主义的沼泽里执迷不悟，拼命争抢，相互撕咬，这就是现代人痛苦的根源。长此以往，后果是什么？越来越多的人会成为空心人，找不到活着的意义，像孤岛般漂泊，精神疾病会大爆发，看谁都不顺眼，毫无理由的互相伤害，最终走向互相毁灭。地球已疲惫不堪，人间已千疮百孔，旧有的模式难以为继，唯有蜕变，唯有升级，人类文明才能迎来真正的新生，开启崭新的篇章。这个信号已经无比清晰，可惜很多人依然固守在旧日的认知里，在过时的轨道上徒劳挣扎，试图用过去的方法解决全新的问题。如果不懂得停下脚步，审视内心，不去修缮精神的家园，那么所有的努力可能都只是低效甚至徒劳的消耗。未来内心的迷失与痛苦只会更加普遍，唯有升级才能重生，人类才能迎来崭新的文明。这是最好的时代，
也是最坏的时代。人类在集体迷茫，也在集体觉醒。觉醒者，亦非冲天执迷者，必被淘汰。天道无亲，常与善人。何为善人？便是那些明白大道运行之理，能够顺应时代变迁而觉醒的人。旧的不破，新的不生。当大量不合时宜的事物被淘汰，必然有一小部分人能率先觉悟，看清前路。这是宇宙间维持动态平衡的法则，也是能量流转的必然。有缘人，一个无法想象的时代真的来了。或许充满未知与挑战，但也必然孕育着新生与希望。关键在于我们是否做好了准备。请务必守护好内心的宝瓶，清理掉那些积压的垃圾、抱怨、恐惧、戾气和过度的物欲，腾出空间去容纳智慧、平和、善意和对未来的坚韧信心，成为那第一批觉醒的人。这就是时代赋予我们最迫切的课题，也是蕴含最大可能的机遇。以前靠能力，现在靠能量；以前拼体力、拼学历，现在拼的是觉醒力。从此刻开始，未来只属于一种人，那就是活明白的人。有缘人，感谢你看到最后。如果今天的影片对你有所帮助，请在心底默念一句：生而为人，这一世永不浪费。这份念头就是你正在改变命运的开始。愿你在这场时代的淬炼中不慌不迷不退，以智慧照进前路，以愿力穿透迷雾，最终活成自己的那束光。如果你愿意，这篇文章可以成为你心灵的锚点，也可以成为你分享给朋友的一盏灯。还没有订阅频道的，请点击右侧的订阅按钮，与我们建立更深的连接。随缘加入会员，与同频之人共修福报。